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2026年中國大陸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價權的一個王牌。那 G7 開始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他們是慌張了，現在聚在一起討論要來設這個稀土的價格底線。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則是不斷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賭，在這邊要挖這個稀土礦。不過呢，會不會淪為笑話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2026才剛開始，我們要來看到大陸現在呢亮出它的第一張今年的第一張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價格武器會成為它的一個王牌戰。因為呢，我們要來看到1月9號正式上線的這個是中國的包頭稀土產品交易所，在這邊它有了一個全新的稀土價格指數，也全面的上線了。指數涵蓋的範圍包括了許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從藍到鈽到鈽等等都是。它涵蓋的這些範圍包括了每日的成交價、單周的價格指數，還有單月的價格未來預期。現在可以看到股東的結構也相當的完整，一共是13家來自於中央跟地方企業一起來出資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這個北方稀土啊、中國稀土等等企業都涵蓋在範圍當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從這個原料開始掌握源頭，一直到加工，甚至現在還掌握了整體這個定價權的壟斷，被視為是稀土3大步驟的大戰略。等於掌握了全球的話語權嗎？它未來可以做一個官方的定價錨嗎？上次哥怎麼看？哇，2026年如果對全世界資本圈來說，這個中國大陸推出這個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驚四座。而且要知道，這個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沒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跡象信息。所以中國大陸真的是有備而來，而且推出這個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它其實是一個整體，得是憑空出世，在沙漠中，廣大的資本沙漠中，它萌生個綠洲啊，所以會很吸引到很多人關注，甚至會投入。為什麼這樣講？中國大陸為什麼這麼做啦？首先，我們先來看，首先，在整個稀土來說，它基本上在長期從這2年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治操控的東西。所以這個東西就有很多東西對於一個中國的指責，而且有很多的懷疑、很多懸疑，很難相信。現在下放到一個市場機制，所以當你有個具體的交易所，都是電腦在交易，也有監管的部分的體制的時候，它會從國家控制變成仿佛是市場在流通哈。第二個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對中國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個政府部門裡頭有多少人做這些事情，海關都累死了。所以當它變成個市場交易的時候，就是第3點。一旦完成這交易所的時候，因為價格會清楚，因為流動清楚，所以它就反而變得相對透明。什麼意思？誰買，誰在操作，誰在賣，這些東西的所有的需求會因此就不用中國大陸用情報系統去掌握了，市場都追蹤得到，而且秀的實力就讓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誰，這13家變全世界最厲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個在稀土產業的市场性。所以在這裡，我要注意，中國大陸最近有整個大的結構，包括黃金。那其實對資本投資有概念的時候，其實這整個概念是什麼？是學倫敦交易金屬交易所。我們知道 LME 倫敦交易所它已經發展了上百年了，它當時其實就為了不鏽鋼材這件事情，所以它金屬交易包括了銅、鋁、鎳、鋅，包括鉛、錫，主要這2個。後來金跟銀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這個權利。倫敦很厲害哦，當時連倫敦佬它什麼概念？它就是做期貨交易。在這裡，大家買3個月之後的去預測那個價格再交易，然後呢又有期權，你買不了礦，你就買它的權利吧。還有倫敦最厲害的是，也可以在倫敦交易。我因為過去曾經有這個長輩帶我這個操作一下鎳礦哈，所以我完全了解過程。倫敦的厲害之處就包括我比如買了1噸的鎳。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後在倫敦做礦物提出來。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進行的，比如說像黃金，黃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來會成為黃金另外一個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現在要掙脫全世界對它的各種的資本結構制度的控制，它開始長出自己的結構。黃金可以猜測它要平衡別人，平衡美金，但稀土這是中國大陸的絕對權威，令人側目，也值得關注下去哦。
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進入在中國大陸的這個交易金融市場裡面，那被視為是稀土界的上證指數哦。所以呢，我們看到歐洲國家看在眼裡，現在可緊張了。包括 G7 的財長，趕快呢就說，我們現在趕快聚在一起吧，討論一下現在到底該怎麼做呢？尤其是我們看到這一位是 G7 的財長，他在華盛頓這邊召開的緊急會議，直接點出了財長貝森特的心裡話，就是說，趕快吧，我們一起設立所謂的稀土價格底線。不要被中國大陸給完全掌控了。但是現實是 G7 他們其實礦產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話他們就占比的大概達到60%。但是諷刺的是，包括了說這個稀土他們拿不到貨，沒有加工配套，又沒有成本優勢，到底要怎麼去掌握這個定價，跟中國大陸來比拼呢？大師怎麼看？對，因為你要掌握它的定價的一個權利哈，你前面要有2個先有的基礎。剛剛也提到，就是說，第一個，你要原料你要壟斷；第2個，加工的技術你要壟斷。對，那所以這個東西你才有定價權的壟斷。那也就是中國建立一個市場，這個市場用市場機制來決定這個價格，也就是中國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產業之間的這個價錢這個相關的產品的價錢它透過這個交易市場這個市場機制先做一個整合，那你這個價格出來以後，你外面可以不從了，不從你就到別的市場去買了，對不對？你一定買不到這個價錢。那也就是說，我有這個價錢，我有這個定價權，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怎麼樣，這個所謂的這個加工的壟斷在中國的手裡，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幾乎90%以上是中國大陸。那你原料，中國大陸不見得是完全壟斷，可是呢？那也已經說是大部分中國大陸可以控制了，那問題就變成你的加工壟斷是中國大陸，那所以你這種重稀土的話，那中國的市場機制決定了一個中國所有這些出產稀土國家，大家都照這個指數來定價的話，你想到中國來這個在中國的不同市場中市場的混亂價格中你撿便宜，那個是撿漏是沒有機會了，那更不要說外面中國市场外面。這一些還有的這個，比如說澳洲的或者說美國還有1、2個這個稀土工廠，你只有跟着中國價錢走，因為它絕對沒有辦法跟中國的產品做什麼，做這個競爭它的成本一定高於中國大陸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中國大陸抓住這個機會把整個一整類的產品抓到自己手裡來定價，這個是一個在中國在全球性的競爭裡面那掌握了一個先機，也掌握了一個優勢，所以呢，我覺得第一個把中國市場自己本身先整合起來，聯合起來，這就很重要。中國市場的中國廠商彼此大家怎麼樣不惡性競爭，大家都怎麼樣顧及彼此的這個。做一個底線的一個要從市場機制裡面做出一個指數出來，對，你就不要亂定價了。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就變成必然會成功。那等中國大陸掌握了定價權，那將來即使是西方很多國家，它在生產的過程中在取代中國的稀土一定會有，他們會有越來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們已經把定價权已經交給了中國的手裡面將來要跟中國競爭的話，會更加增加難度。好，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掌握了這個定價權之後，不只是歐洲國家緊張，其實另外一個國家，東亞的日本也非常的緊張，因為中日關係先前陷入非常緊張的氣氛，所以中國大陸不是對這個日本加強在居民兩用的這個物資出口管制嗎？這當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辦法看看能不能自己來開採稀土，於是他們就是在這個南寮島深海稀土這邊來做開採，但是現在其實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臨到了許多問題，不管是它的稀土礦船水深的問題，或者是它這個大規模稀土泥漿開採的技術挑戰，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陸高了數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問題。再來就是確實中國大陸掌握了90%以上，從稀土的精煉一直到加工等等，就連唯一可以幫忙日本的美國，它的這個唯一的稀土礦，加州的這個輕稀土礦，80%都還是要運回中國大陸去做加工。那日本這場豪賭到底能不能成功？幹哥怎麼看？好，我們先不說到底能不能成功，我們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礦
這個其實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機構 JAMSTEC 這個機構他發現了，說在小笠原群島那裡面的南鳥島啊，小笠原群島距離東京2000公里很遠啊，但是這個就是偷襲珍珠港當年日軍聯合艦隊的集結地。這個地方的水很深，這個地方是專門供應就是大型軍艦啊，準備開拔往前進，而且那邊的天氣在太平洋裡面算是比較好的一個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島其實老實講一句，日本很重視一塊區域，所以他們做很多科研，結果真的在4年前就發現說，哎呀，這海底有稀土哎，不過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麼概念？大家知道嗎？大家知道鐵達尼號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沒有這個技術跟能力？我現在講一句實在話，除非國家支持，也就是說，不是叫一個科研機構去動手挖，他其實用了3個禮拜的時間試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們挖到了一些樣本，去這個比對之後，發現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覺得這非常有開採價值。然後它的那個鑽頭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後呢，他們就說，那個巨型鑽井水管啊有60條，他們說這些裝備去挖的話應該夠了。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遠遠不夠。為什麼？這就有點像什麼？就像有點像你在月球採礦一樣，那是多麼的艱難呢？我來講一下海水採礦有多難。我講一個趣事給大家聽。2018年的時候，我們現在的外交部長林佳龍，以前是我們的台中市長，他跟德國非常有名的一個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說，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開採這個每年可以開採出多少噸的那個鎂或鋰，你知道？結果發現是騙局一場，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霍夫曼來跟他張燈結綵，來握手，然後蓋章，然後簽那個合作備忘錄，結果我們國內的媒體一查，霍夫曼在那個德國是巴伐利亞鄉下的一個民宅裡面的一人公司，就一個人而已。我們，然後他說他要在台灣投資1100億，結果馬上打電話回去，人都跑了不見了。他到底拿了什麼好處，我們不知道。所以我講這個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訴各位，外國也會來騙子的。所以日本說他們要開採這個小笠原群島裡面的稀土礦產，我覺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懷疑啊，當然日本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但他們怎麼會異想天開到，就算你提煉出這樣子的稀土元素，你還不是要送回中國去提煉？因為你沒有精煉技術。日本現在正在就是說想盡辦法從澳洲、從美國進口稀土，然後也提升自己的精煉技術，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氫能源一樣，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覺得像天方夜譚一般哈。我認為還是回到現實面裡面來。地球號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會發現很難提煉。當你在就是說中途發現自己做不到的時候，你就會把這個計劃整個給拋棄了。這只是給國內的一些民眾或者產業增加一點信心而已，對於實質的這個稀土產業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